子轻信谣言，险些伤身，揭开几大妇科骗局，看看你信了几个。苏女士和男友爱情长跑5年，两个人一直都甜甜蜜蜜，男友也在3月份向她求婚。不过婚前两个人去了当地医院进行婚前检查，他们本来以为只是走个过场，可是妇科医生看完她的片子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姑娘，你的子宫有问题啊，这是宫颈糜烂，必须要赶快治疗。”苏女士听完吓得不行，连忙挂了这个医生的诊号，交钱手术。半个月后，苏女士发现自己生理期肚子变得特别痛，这是以前没有的状况，并且月经量还变得特别少。一开始，苏女士并未在意，可是连续3个月都这样，她就来到我这里挂号。检查后，我开始询问病史，苏女士表示当地有一位医生说她得了宫颈糜烂，她以为这是严重妇科病，就听从医嘱手术，殊不知自己掉进了妇科骗局了。宫颈糜烂到底是什么？医生提醒，这根本不是病。自我坐诊妇科以来，这已经是第34个被骗的姑娘了。不知多少无良医生还在昧着良心挣这些不该挣的钱。因为宫颈糜烂的过度治疗，苏女士的子宫残留大量积液，她的子宫颈管已经开始粘连，所以才会感觉身体不对劲。我们用探针将积液导出，并进行了子宫扩张。后来苏女士发信息告诉我，她的生理期也恢复正常，不会再无缘无故的发烧。说实话，还好苏女士发现及时，如果继续不管不顾，那么她的子宫颈管粘连越来越严重，到时候只用探针导出积液根本不好使，必须进行手术修复。其实苏女士并非少数特例，早些年街边还有小广告明目张胆的宣传宫颈糜烂手术，但是宫颈糜烂根本不是病，她连吃药都不需要，怎么用得上手术台？每遇到苏女士这样的，我都十分痛心。这里我向大家统一解释一下，到底什么是宫颈糜烂？2008年妇产科学上已经明确表示，宫颈糜烂并不是妇科病，还赋予它一个新名字——宫颈柱状上皮外翻，这是一种生理现象。下面这张是我们子宫与阴道连接处的放大图，我们能明显看到靠近子宫的柱状上皮细胞凹凸不平，而靠近阴道的鳞状上皮细胞比较平滑，二者连接处看起来不太干净。此处就是无良医生所说的宫颈糜烂处，该部位主要受到雌激素的影响，柱状上皮细胞受到激素影响会向外生长，看起来就像多了一块外翻的息肉，影响美观。事实上，宫颈糜烂对我们身体唯一的影响就是医学影像不美观。当女性绝经后，雌激素下降，柱状上皮细胞就会回到原位，这种外翻现象就会消失。宫颈柱状上皮外翻不是宫颈癌先兆，也不会影响生育。假如听从无良医生过度治疗，才会有癌症和绝育风险。希望每个读到这篇文章的女孩子别再掉入陷阱。宫颈糜烂早就被官方打假，这是外翻，不是糜烂。除了宫颈糜烂外，无良医生还包装了许多不是病的妇科病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唬人的病，别再被人骗了，还替骗子数钱，那可就真成无脑冤大头了。所有的妇科宣传都是骗局吗？哪些妇科病应该严肃对待？实际上，生活中还有很多妇科宣传和宫颈糜烂一样，容易让大家对它产生误会，有的人甚至一确诊就整天发愁的睡不着觉。其中就包括宫颈腺囊肿和宫颈肥大。宫颈腺囊肿又叫宫颈纳氏囊肿，和宫颈糜烂一样，是慢性宫颈炎常见的一种表现。其中宫颈纳氏囊肿也是一种生理变化，它的形成与宫颈糜烂的愈合有关。新生鳞状上皮细胞会深入腺管或者覆盖宫颈腺管口，再加上腺管周围的组织发生增生，从而压迫腺管，使腺管变窄甚至阻塞。腺体分泌物引流受阻，就会滞留形成囊肿。通俗的解释就是宫颈和脸一样长了痘痘，一般情况下你可以不用管，如果感觉身体有异常，及时就医。同样的，宫颈肥大也是慢性宫颈炎的表现，它是病原体感染宫颈黏膜引起的炎症。单纯的宫颈肥大并不会影响生育，也不会影响健康，但是如果发生病变，就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，建议大家多去几家正规医院，对比多个医生的说辞，再制定治疗方案。不过要留心，有些妇科疾病我们还是要严肃对待。阴道炎是最常见的妇科病，10个女人里有6个都得过这种病。
它与病菌感染、菌群失调、激素水平有关。一般绝经后的女性多会触发这种疾病，因为她们体内激素水平失调，阴道免疫力下降，易发生感染。其明显特征是阴道分泌物增多，可能还会伴有阴道瘙痒、白带异常、私处有异味等。常见的阴道炎就是霉菌性阴道炎、滴虫性阴道炎、细菌性阴道炎。假如阴道持续感染得不到治疗，病菌就会顺着阴道上移，导致上行感染，诱发更加严重的妇科疾病，比如宫颈炎、盆腔炎等。阴道长期发炎还会降低生育率。对于母体来说，炎症会导致输卵管无法正常排卵；对于父体来说，细菌会杀死精子或阻挠其前进，从而干扰精卵结合，造成不孕不育。HPV 感染又称人乳头瘤病毒感染，低危型感染可以自愈，高危型感染有癌变风险。临床表现有寻常疣、扁平疣、尖锐湿疣、下生殖道上皮内病变等。它主要通过皮肤或黏膜接触感染，或间接接触病毒污染物感染，具有一定的传播性。HPV 病毒喜欢寄存于女性宫颈部位，持续高危的 HPV 感染会导致宫颈前病变，这时女性朋友再不重视，就会转变为宫颈癌。其实 HPV 病毒本身并不会影响生殖功能，但是 HPV 造成的器官病变会降低受孕率，最后剥夺女性做妈妈的权利。宫颈炎是子宫炎症，一般是沙眼衣原体或淋病耐色菌感染子宫所致。患病人群多数是性安全意识不够，没有使用安全套或者性伴侣不固定。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炎症就会逆行至双侧输卵管或宫腔中，造成盆腔炎症，引起不孕，还会导致宫外孕等问题发生。所以女性朋友们在发现这些问题时，不要直接忽视了，最好结合医生的建议严肃对待，避免给身体埋下健康隐患。3. 私处瘙痒又不敢去医院，女生为什么要抵触妇科检查？这并不丢人，看妇科等于私生活不检点。你一个少女怎么会得妇科病？一定是不自爱。经常去看妇科的女人，私生活一定很混乱吧？这种污名化的标签和评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扣在了女性头上。很多女孩也在大众的道德绑架中，开始排斥妇科，认为那是一个极为羞耻的科室。但我想告诉女性朋友的是，看妇科私生活混乱，别再被那些无良网友洗脑了。女性私处结构复杂，并且长期处于封闭环境，而细菌最喜欢的就是封闭潮湿的生存环境。女性私处几乎成了她们的天堂，只要细菌找到机会，就会在这里生长繁殖。所以内裤换洗不及时，私处清洁不到位，都可能会让女性朋友患上妇科病。因此，一些没有经历性生活的少女也有可能得妇科病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妇科检查和内科检查、外科检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基于生理需求创办的科室，而且很多公立医院为了保护女性安全，妇科主任几乎都是女性，还会将它专门设置在人流量较少的位置。再加上正规医院妇科检查都是单人单室，并且专门有一个房间用于医生检查私处，我们不用担心隐私暴露。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害羞，怕别人说三道四而抗拒体检，因为妇科检查是女性健康必不可少的一环，它的重要性你难以想象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每年约20万女性死于妇科病，中国女性妇科病发病率更是位列世界榜首。只要你超过20岁，建议每年都进行一次妇科检查，即使没有性生活，妇科检查也十分有必要。比如女性的生理健康评判主要依赖白带的形状，而白带就是基础妇科检查的必备项目。健康状态下，女性也会排出白带，它是无色透明的或呈乳白色，并且有一定的粘性，没有什么异味。假如是黄色带有异味的白带，就需要提取阴道白带，这种情况大概率是阴道炎，需要化验具体的菌种，对症治疗。妇科疾病的初期特征有点像癌症，它存在潜伏期，早期人体无法通过疼痛等明显感受来感知妇科疾病，就像乳腺癌，患者早期会发现乳房肿块，而乳房这种变化我们不碰的话根本感觉不到，就算知道也不会多想，肉眼无法穿过皮肉看乳腺，但是妇科检查中的钼靶可以。当乳腺癌还处于良性病变时，钼靶就能够及时监测出来的。
假如我们发现乳房肿块，乳头溢出液体，同时腋窝出现肿块，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钼靶 X 射线，早发现早治疗，避免恶性病变，乳腺癌才不会成为女性癌症的头号杀手。由此可见，女性朋友及时做检查是很有必要的。4. 最新妇科肿瘤研究进展，维生素 D 对多种妇科癌都有效。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D 受体一直是医疗领域研究癌症治疗的热点。已经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D 对肝癌有效。近些年，越来越多的专家实验证明，维生素 D 也许能抑制妇科癌症，成为妇癌患者的福音。研究人员发现，患有卵巢癌、子宫内膜癌、宫颈癌、外阴癌及阴道癌的女性，她们的细胞组织中能检测到高度表达的维生素 D 受体。我们都知道，肿瘤细胞凋亡需要促进促凋亡基因的表达，抑制易凋亡基因的表达。诱导细胞的凋亡需要依赖钙离子，而维生素 D 就是促进钙离子吸收的营养因子。因此，癌症细胞的凋亡离不开维生素 D 的体内水平调控。妇癌之王卵巢癌，维生素 D 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。它的前体维生素 D3 能够调节癌症细胞的各个增殖周期，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增生。还有研究表明，维生素 D3 与 VDR 编码维生素 D 受体蛋白的基因结合，能抑制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侵袭大网膜，具有抗癌细胞增殖，促进正常细胞分化、免疫功能调节的作用。维生素 D 有望取代传统的化疗药物，在妇科癌症领域发光发热。